生过小孩的人都知道，根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之间焦虑了起来。妈妈可以生气的，妈妈也是人。面对比自己小30岁的人，为什么是要跟他聊什么？到处求爱，很多大道理别人跟你讲，你根本听不进去。你去爬一次山，全部都懂了。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一类小孩一开口就特别招人喜欢，有一类大人呢走在人群中就自带光芒。这一类让你莫名其妙就会喜欢他们的特质呢，我统称为灵气。这一类有灵气的小孩呢，就常常会被夸，哎呀，这个小孩养得真好。这里说的养得好，不是看他考几分，不是看他某一些才艺非常的厉害，而是这一类小朋友呢，非常的稳定、开朗，非常自在的做自己。没错啦，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小小的骄傲一下，我就是那个一天到晚小孩被夸养得很好的妈妈本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好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可见童年好不好真的太重要了。好的童年哪里来？大概率都是爸爸妈妈给的。所以这一集呢，确确实实是一集久违了的妈妈经。不过呢，没有生小孩的男孩女孩们千万不要急着滑走，因为我们常常说，没有一个好的童年也没有关系，等你长大了有能力了，可以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小孩重新养一遍。但是到底要怎么养？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怎么重新养才有效？要养过才知道啊。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来带着大家来查漏补缺。我会和大家分享7个我觉得在育儿过程中非常有效的方法，全部都是我养育我2个小孩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精华，而且不需要额外花钱，不需要报课程，简单易懂，好执行。尤其是最后一条，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后，并且做到它。好了，那我们马上开始吧。大家应该或多或少在网络上或者一些报刊杂志或者书籍上看到过马斯洛理论。有。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马斯洛理论的时候，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发现说啊，原来我身上有一些我自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犯的一些小错误、小毛病，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好，而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缺失，导致了现在的我，造就了现在的我。原来我没有错，原来我可以有计划的去改变我自己，就有一种有药了、有救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发现，当我渐渐去理解这个马斯洛理论的时候，我对于很多其他人的行为或者其他人的一些说话的方式，我开始有了一个理解的感觉。尤其是对父母的一些行为，我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我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这样做。我发现我越深刻的去理解这个理论，我就越可以获得同理心。这个理论呢，简单的说就是人的需求一共有分5层，包含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感、尊重需求，还有最后的一个自我实现的需求。一步一步往上走，在童年的时候，我们哪一部分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等你长大之后呢，就会体现出某一部分的缺失。那像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基本上以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讲，大部分的人是可以被满足的。那再往上这些需求，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满足呢？很多观众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你不是要分享你的育儿方法了吗？怎么在这里讲马斯洛理论？因为我实在觉得这个理论太重要了。因为对于父母来讲呢，马斯洛理论就非常像你可以读懂孩子成长整个心理过程的一张地图。你不会单纯只关心他吃饭有没有吃饱，营养的补充剂有没有吃，成绩考得好不好，这些非常外在的东西，你会更多的想要去理解他真正的需求究竟是什么。那对于没有小孩的大人来讲，马斯洛理论呢，也可以很好的帮忙我们去回顾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哪一些部分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忽略了，所以导致我们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昨天还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有个讨论串在讨论童年情感忽视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其实这个话题就非常好的对应了我们刚刚讲的马斯洛理论里面，除了生存需求之上的这些其他的一系列的需求。我看到讨论串里非常多的人回顾起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他们说他们的父母不但保证自己吃饱穿暖，而且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的状况。可是他们回想起来就觉得，怎么父母好像参与度没有那么的高，心理上好像觉得父母又没有这么的懂自己。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好的把这一集看完，或许你们就可以找到心中的答案。第一条呢，是建立稳定的生活节奏。我没有讲生活作息，我讲的是生活节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2个词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生活节奏呢，包含了生活作息。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是去上厕所，上完厕所之后我要下楼喝一杯水，然后呢我要开始吃早餐，然后我开始换衣服，我要去进行我上学的一系列的这些准备。每一个接下来的动作，每一个接下来的小活动都是可以被预见的。为什么这件事情看起来这么平凡却这么重要？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常常在生活中会有一些焦
焦虑的感觉，而且这个焦虑可能是没有理由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之间焦虑了起来。马斯洛在他的理论里面呢，提到了安全需求，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就是可以被预知的事情，可以被预测的事情。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就安全了。人在面临未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害怕、非常容易焦虑的。比如说中年焦虑。为什么中年会焦虑呢？为什么大部分的人走到中年就焦虑？因为我们开始面临到说，小孩子长大了，然后我的工作可能有一些变动，支出突然之间变很大，因为父母也可能变老了，然后自己的身体状况开始有了一系列的变化，你没有办法预见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预见，你就开始不停的焦虑。但如果我们已经提早做好了规划呢，我们已经从小就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呢，你可能就会大概的预想到接下来会发生哪一些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焦虑。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有非常多次和大家聊到微决策这件事情，好好的做好计划就可以减少非常多的微决策，因为微决策会让我们的人在还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疲惫的状况。当我们从小就建立起生活的节奏的时候，我自己已经习惯去安排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也会帮忙我们长大之后去整理我们整一个生活的状态。第二个小心得呢，就是温柔的设定界限。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些生活作息之外，还有一些部分也会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的安全感。比如说是超出预期的对待，有一些小朋友非常的有安全感，你就会发现这一类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好像成绩各方面也会容易比较进入状况，因为他没有什么事情要担心，他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被责骂，不用担心自己的父母会不会突然不见自己，突然被遗弃。在成长过程中，安全需求越被满足的小朋友，他就可以越安心的去发展他的探索力还有创造力，长大之后这个好处也会一直伴随着他们。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可能会看一些育儿专家的建议，你不要生气，你生气是伤害你自己，也是伤害你的孩子。但是生过小孩的人都知道，根本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人如果不生气容易长乳房结节，尤其是女生所以我觉得生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要和孩子之间有一个很好的约定，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情，并且是3令5申叫你不要做的事情，还是犯了这样的错，妈妈可以生气的。妈妈也是人，就像你如果不高兴，你也可以生气一样。但是妈妈跟你约定，妈妈不会打你。我们文明人，我们就讲道理。好不好？这样子的约定之后，小朋友会知道说，现在我妈妈会生气，妈妈生气跟妈妈打我，我认为在很小的小孩子眼里，他们是分不出来这两个之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妈妈生气本来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了，并不是要必须你拿起棍子来，手扬起来打他，他才知道错。做错这件事情，妈妈不但是生气，她可能今天会打我，明天可能会把我的腿打断。后天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会让小孩子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不一定是真的打到身上，或者是砸东西用出很大的声响，这个都超越小朋友预计的，吓到他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吓到他，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就可以了。所以温柔的界限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不怒自威。这样子温柔的设立界限呢，也可以帮忙小朋友建立起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世界是有逻辑的，可以被信任的。第3条呢，就是建立高品质的对话，有深度的连接。很多的建议有说，这样子的对话要在睡前做这个连接会大有功效。但是我自己的感受上，我觉得任何的时候都是可以的，因为每一对父母的作息、每一对父母的工作、每一对父母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大家有空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家长可能下班之后忙完，真的可以跟孩子相聚的时候，孩子已经要快接近睡觉的时间，所以睡前或许是大部分的人可能比较有空的一个时间段，而且那个时间段也相对比较的安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间段。但如果你其他时间你是有空的，我觉得其他时间也可以就好好的先利用起来。像我们家呢，因为陈老师是负责小朋友的接送的工作，所以在上学的过程中跟放学的过程中，路程上有非常长的时间可以跟小朋友去建立这个对话。那像我的话，我就比较多的是睡前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抱小孩，我就会抱着他们，然后问问他们一些我今天很想要问他们的话。通常大家可能会比较公式化的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今天开心吗？你今天有没有跟什么小朋友一起玩啊？有没有被欺负啊？有没有不开心的事情啊？我自己的感受是，对于非常小的小孩来讲，他们的情绪的描述并不一定是那么的精准。我发现像 Chris 他在描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他常常在一些委屈的情境下，他会说我头脑里有很多的问号。你聊了多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小朋友他的描述情绪的方法会不太一样。所以除了你开心吗？你不开心吗？这一类非常公式化的问题之外，你可以去尝试着问问看，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委屈的事情？有没有觉得做什么事情好像
被大家忽略，就这一类听起来好像有点成熟的话语，小孩子不一定是完全听不懂。我觉得慢慢的引导，他们就会用更多更丰富的语言来描绘自己的情绪。然后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有一个绘本叫《情绪小怪兽》，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可以和小朋友一起读一读，然后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也可以帮忙他更好的表达出来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情绪。很多爸爸妈妈在第一次，尤其是第一次养育小朋友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不知道跟小朋友聊什么。确实嘛，这个年龄相差这么大，面对比自己小30岁的人，我怎么知道跟他聊什么？他主动跟你开口，他跟你聊的可能就是卡通，然后如果刚好你又没有看这一类卡通，你们真的会共同语言非常的少。我就发现有一个方法，除了聊那些什么开心不开心，是不是委屈，是不是被忽略这一些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谈资是什么呢？小朋友没有成长过这么多的年纪，你长过吗？你就跟他分享你小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小朋友现在3岁、4岁，他面临到一些人生的小课题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他不想要去上幼儿园，或者他可能觉得交朋友很困难，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交朋友。你可以分享你小的时候的事情，比如说妈妈小的时候上幼儿园哭了整整3年，爸爸小的时候小班上5天就回家，导致小班没有上。每一个父母身上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小故事，然后这一类小故事不一定都是那种很辉煌的、很英雄式的。我发现有一些父母在育儿的时候很喜欢把自己塑造成非常的完美，但事实上午夜梦回的时候应该很清楚我们自己没有这么的完美，我们的成绩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我们也没有这么会交朋友，没有这么的厉害。其实有些时候可以跟小朋友分享一些自己非常脆弱并没有那么完美的部分，可以更好的拉近你跟孩子之间的距离。那像爱与归属感这一个层次，如果小的时候没有被满足的话，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会到处求爱，到处求爱可能如果太夸张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会到处求关注，到处求认可，他会把自己不自觉的就当成一个客体。第4个小建议呢，就是创造共同记忆、共同的回忆。大家脑袋里直接蹦出来的是什么？可能是我们一起要去哪个国家一起玩，我们要去冲浪，我们要去滑水，我们要去做很多很多精彩的事情。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创造共同回忆不一定是那一些要花大钱、花大力气去做的事情，甚至很多时候生活中非常小的事情，甚至在我们看来是很无聊的事情都是可以的。因为对我们大人来讲，大部分事情都很无聊，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可是对于小朋友来讲，非常小的一点点不一样，都可能是非常新鲜的第一次。比如说在海滩上看到小贝壳，那个小贝壳就平平无奇，可是对于小朋友来讲，收集非常多的小贝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而且这个体验是和爸爸妈妈一起进行的。你有没有什么小回忆是你觉得？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我躺在我妈妈身上，她的膝盖上看星星。我经常会回想到这个画面，然后我妈妈就会这样拍膝盖上的我，然后唱一段歌。因为我的小名叫咪咪，我生出来的时候，我爸妈觉得我很像一只猫，所以我的小名叫咪咪。然后我妈妈就会拍着我就唱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这样子。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对于很多大人来讲，星星有什么好数的，就是这样看而已，哪有滑手机来的开心，对不对？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你看这么小的事情，我现在已经38岁了，留在我记忆里还是非常清晰的画面。我有个非常喜欢的日本的 YouTuber， 他叫 Kimono， 全职主妇，一个妈妈。然后呢，他整一个账号里面就是跟他的女儿一起做饭。其实他的饭都是算属于那种家庭料理，就蛮简单的，在我们看来是很无聊的做饭。甚至有点辛苦，这么累，又是油烟又是怎么样，然后还要每天想那么多花样。可是我觉得 Kimono 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妈妈带着孩子共同去创造了这个回忆。我相信等他的女儿长大之后回看整一个频道，哇，原来我小的时候从打鸡蛋开始，然后和鸡蛋开始，慢慢我就长大，这都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在马斯洛的理论里面，第4层呢是讲尊重需求，人是需要被尊重，人是需要被肯定的。在这样做一些平凡的小事的过程中，小朋友不停地感受到爸爸妈妈需要我来做这件事情，爸爸妈妈需要我叠衣服，爸爸妈妈需要我帮忙把这个杯子用水冲一下，而且他做到了，不停地感受被需要并且被肯定。慢慢的他的自信就会被建立起来，他内心就会被建立起一个价值感、成就感，而且为之后的自我实现也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在职场跟生活里面常常会发现有一些同龄人，你会发现他明明一切都做得很棒，可是他在遇到一些大事情的时候就会有点畏手畏脚，不太敢挑战，非常害怕失败。一些机会来临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甚至不敢说出我可以这样子的话。这种状况下
下呢，可能就可以去回想一下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被否定，是不是常常被打压，导致你长大之后常常会被大家觉得说你有一点点的胆小。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真的可以在长大之后回来好好修补自己，是可以透过不停的心理的正向的暗示，让自己重新修补好内心需求的这一块。而且我觉得人是需要证据的，人是需要被证明的。我觉得很多，尤其是妈妈生了小孩之后就不停的拍小孩，从小 baby 然后慢慢长大，那相片里面是没有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很可惜，最觉得可惜的应该是小朋友本人。妈妈你在哪里？哦，原来妈妈在相机背后在拍我，但是小朋友其实是会非常想要知道，在那个相机背后的爸爸妈妈长什么样，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尽可能去一起做一些小事，然后一起记录下来，哪怕只是一张自拍也好，多多的去记录我们的生活，留下爱的印记，让小孩子知道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珍惜的，我非常的重要。第5点是共同阅读。阅读这件事情好处有多少，完全不需要我再赘述了。不论对于大人来讲也是，对于小孩来讲也是。在马斯洛的理论里面，最后一层有提到自我实现。我觉得自我实现这件事情，除了刚刚前面4层的基础之外，它是一个需要被引导的。大部分的人在一开始小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要如何去做自我实现的。读伟人传就是一个很棒的方法。父母要做的事情就是共同陪着他阅读，并且你去引导他，提出一些问题，而不是单纯从第1页看到最后一页，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我觉得阅读的方法是分深层阅读跟浅层阅读。浅层阅读可能就是指你看完一本书之后，哇，这个人是不是好厉害？你要像他一样勇敢哦，一样伟大哦。这个可能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比较浅层的阅读法。深层的阅读法是什么？我们要允许孩子不同维度、不同方向的反应反馈。你要鼓励他勇敢，你也要允许他不勇敢，他可以不勇敢的。前一阵子 Chris 有读到德勒莎修女的传记。然后呢，他读完那个故事之后，他打从心眼里觉得说德勒莎修女真的很厉害。可是当我们就会问他，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做？然后 Chris 就非常明确的跟我们讲说，不，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真的很害怕麻风病人，我很害怕如果我染病之后我身上会长一颗一颗的东西。这就是一个7岁的小孩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我们的榜样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或许他不想要成为德勒莎修女，可是当他之后看到其他的伟人传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找到了目标。我觉得父母是一个等待的艺术。当你生出小孩之后，你就开始不自觉的去期待他第一次笑是什么时候，有意识的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口叫爸爸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口叫妈妈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抬头，什么时候翻身，什么时候爬，什么时候站，都会有人不停的问你这件事情。当我们的小孩好像没有符合那些世俗期待的时间段的时候，比如说身边的小孩都已经会爬了，就你的小孩还不会爬，就会稍稍会有一点点的焦虑，就是说我的小孩怎么还没有会爬。但是我想要鼓励大家的一件事情是，只要我们是符合那个医学的标准，我们没有被医生说你这小孩应该要去检查，没有到这个程度下，都可以去等待他，等待小孩子自己准备好的那个时间。 Chris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等，讲话也比人家慢，翻身也比人家慢，站起来也比人家慢，走路也比人家慢，借尿布也比人家慢。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催过他。其实不是说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被人家问过，不要讲其他的人了，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会问我说，他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慢啊？牵着让他多走一走他就会走了。可是我的想法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时间，我可以允许他慢慢的准备好了再来迎接这个世界。因为挑战多了去了，1岁会走路跟你1岁2个月3个月会走路，等到你18岁的时候回头看，它有什么影响吗？什么影响都没有，完全不会影响到你人生的一点。在阅读的过程中也是一样，不需要他马上做出一个长篇大论的总结，然后不需要觉得被鼓励了马上要开始向这个方向努力，都没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阅读完了，然后这些内容进入到他的头脑里面，慢慢的在他成长过程中，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养分。这些养分呢，就会慢慢的建立起他的思辨能力，慢慢的他就会更好的理解他的世界，然后找到自我实现的方向。如果觉得看书太静态了，太无聊了，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小建议呢，就是大家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选一个经典的电影或者优秀的电影，新的旧的都可以，然后大家一起看，当然是要适合小朋友的年纪。这是我们家每周共同的一个活动，我们每个礼拜都非常期待这个家庭电影日。看完之后讨论的内容呢，会比单纯看书来得更活泼更具象一些些。因为一部好的电影，其实它的不论是从企划也好，然后到制作也好，其实都要花费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大家一个礼拜去花1个半小时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就算你不看这个电影
电影啊，每个人拿一个手机滑一滑短影音，这个时间也会很快就过去。所以，与其让时间就这样流过去，并且没有意义，你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彼此在干什么呢？不如就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电影，然后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连结。现在挑电影的压力越来越大，已经挑完了，已经2个平台的都快看完了。现在觉得是不是 Netflix、Disney Plus 之外还要再订个 HBO？ 如果大家有好的适合亲子合家观看的电影，欢迎和我们推荐还有分享。第6个就是去户外探索。户外探索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最直接的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子的世界突然变大了。变大的时候，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就会发现说他不知道的事情有很多，进而激发起他的好奇心。有好奇心会怎么样？有好奇心他就会探索，探索会怎么样？就会自我实现。而且在整一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小朋友原来这么的博学多才，原来他懂的事情这么多。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懂，是小朋友很难把书本跟真实的世界连接起来。有一次我们在爬山的时候，Chris 就走在那个山上，就说：“哦，这是马英丹花。”我整个吓一跳，我想说啊，马英丹花你怎么会知道？他说就生活课本里有学，但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它长这样。那个时候那个感觉，你会觉得说好感动哦。当然这可能也是我妈妈滤镜，就觉得说小朋友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不是应该知道的吗？我没有预期他会知道这一些事情。他最近有看一个什么树，某一种树蛙，叫什么圆点树蛙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去找那个圆点树蛙，他就会知道说原来他在大自然中，他在户外，他可以找到非常多东西的答案，探索力前所未有的高涨。去户外这件事情不单纯是给孩子带来非常明确的一个好处吧，我觉得我们全家包含我们大人也是受益无穷，非常多人生的大道理，人生的哲学。你在整一个户外徒步、户外登山的过程中，你就好像懂了，你就会发现，真的在山脚下人最多，步道上好走的那一块地方人最多。然后当你慢慢往上走的时候，人突然就少起来了。真的很累的时候，你想要放弃的时候，只要你再往上坚持，再多走那5分钟，就会有一股超级凉的自然风，比家里任何的冷气还要舒服的一股自然风吹过来，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爽，让你会觉得说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然后当你走到山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人真的蛮少的。职场生涯的拼搏也好，我们的生活中想要去努力达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也好，就努力这2个字它非常的具象化。你会在那个过程中去体会非常多很多大道理，别人跟你讲你根本听不进去，你去爬一次山全部都懂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身体会变好。爬山是大补，你真的会觉得爬山有被补到，然后精神会更好。自从爬山，然后我加一些运动以来，我没有喝咖啡，我不需要提神，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变得很好，身体好，可以比别人工作的更深入、更深度，效率会更高。在不停的探索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多了很多的机会，发现他的天赋究竟是什么。如果你的父母没有帮忙你开发你的天赋，发现你的天赋，在你长大之后，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天赋是什么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力气去挖掘自己的天赋，其实是一件蛮累的事情。这部分我们好像在之前的集数里面有小小的浅的有带到过一下。当你走在天赋的那条道上，你会觉得你什么事情都非常的顺利。这条路你越早开始走越好，不是说你父母没有帮你找到你就完蛋了，你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方法去找到你的天赋是什么。只是说如果父母帮忙你，就已经发现你的天赋是什么，你的人生后面的积累就会比别人更快速一些些。现在有非常多的课程，非常多付费的方法帮忙你去做一些天赋的测试，但其实只要父母陪伴孩子做的事情够多，你不用去付费做那些测试的，自然而然你就会发现你孩子的天赋在哪里，会很容易的就发现我的孩子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忘我，非常的专注，并且他可以获得重复的出色，就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常常被夸，常常获得成绩。人在天赋中更容易实现自我，我做着我热爱的事情，我知道我是谁，我可以自由的发光。那关于天赋的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维度可以分享，我也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小笔记，如果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单独和大家来聊一集。第7点，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陪孩子一起成长，自己也要成长，尤其是一些体育社团。我甚至还有看到过嚼着槟榔陪小孩子去上体育的才艺班，然后一直在骂小孩说，怎么老师教你这个你都学不会，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其实我站在旁边，我觉得怎么讲呢？我觉得蛮疑惑的。你对于孩子来讲，他的视角应该会更疑惑才对。你讲我这么多，你自己会吗？我已经很努力的跑了，我已经很努力在滑那个滑步车了，我已经很努力在游泳了，
你会吗？我觉得孩子不是不说，只是他还不知道怎么说。他到某个年纪他就会说了，或许那个年纪是在青春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青春期小孩真的很讨厌，我自己觉得我青春期的时候就蛮讨厌的，而且我的青春期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我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是觉得青春期好爽哦，因为我会发现以前我不敢说的话，我青春期的时候都敢说。小孩子有些时候他不是不说，不是说他没有意见，只是说他在那个时候他还不晓得怎么表达。当他已经懂得这个怎么表达，当他已经自己觉得有一些能力的时候，他就会把一些你可能不是很想要听的话说出来。所以谨防这样子的状况出现，孩子小的时候就陪着他一起成长，就可以大概率的避免我刚刚说的这些状况。像我们家的状况 ，Chris 的运动真的有一开始比人家落后一点点，所以我们鼓励他去参加运动。那我们鼓励的方式就是真的陪他一起运动，他跑步，我们跟着一起跑，要求他去做一些锻炼，比如说他现在在练一些拳击，然后陈老师就陪着他一起打，要求他游泳，我在旁边游得比他更快。对于大人来讲，有些时候出一张嘴，然后把那个兴趣班的钱缴一缴，这是最方便的。可是如果你可以陪着他一起身体力行在他旁边，他会更尊敬你，他会觉得说，当我想要嘴的时候，我爸妈还蛮强的。我想要成为我小孩眼里那个还蛮强的妈妈，陈老师应该想要成为那个蛮强的爸爸吧。刚刚讲到的是一些运动的比较动态的状况。如果小朋友在写功课的时候，我和陈老师在旁边是属于在看书，而不是在滑手机，因为我不希望小朋友会觉得说他在努力写功课，然后呢，我是在滑着手机在娱乐。押韵的其实 Chris 一开始有嘴过我啦，我就说你怎么写功课呢？写几个国文写那么慢？他说你知道我有多累吗？我这几行字每一个国字要写3遍呢。你看书只要在那里画就好了。好，我马上就拿出我的笔记本，我开始用手写读书笔记。我说好吧，你这一次写功课写几个国字，我看完书之后我也把我的笔记本给你看。我希望尽可能在整个生活的节奏里面，让我们跟孩子是相对的平等的，他会有感知到说哦，好啦，那爸爸妈妈跟我做的差不多，比我更辛苦，那我就不要嘴了。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在我们学习当爸妈的过程中，不要急着去当他的导师，不要急着去跟他讲说你要怎么做，而是成为那个一起练习的人。我们陪伴着孩子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一起去学习这个新知，然后一起去犯错，并且一起战胜这个错误。比起苦口婆心在那边碎碎念啊，你自己站起来，自己行动起来，改变自己，就是他最大的安全感还有榜样。我们的小朋友真的不一定会记得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但他们一定会记得和我们经历过的非常多的生活的细节。他们会看到爸爸妈妈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他们有礼貌吗？他们坚持吗？他们有毅力吗？他们全部都看得到。和最爱的人一起成长，是这辈子最动人的旅程。回到我在节目的开头和大家聊到，我在 Thread 上面看到大家关于童年情感忽视的讨论。童年情感忽视它究竟指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说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主照顾者，他并没有打你，没有骂你，也没有特别的不在乎你。当你想要说一些什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人真的非常的在意你到底要说什么，常常会觉得你的想法好像是被忽视的，没有人真正的 care 你到底在想什么。我看了整一个讨论串，有非常多的人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的过程，然后也分享了自己现在的状况。我会发现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小朋友，真的在长大之后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缺失。虽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失，但是当我们好好审视自己之后，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个最惨的孩子之外，你在有了下一代的时候，可以有意识的帮忙他们去避免成为像我们这样子觉得身上有一些缺失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又何尝不是在疗愈那个曾经有所缺失的自己呢？如果你没有孩子，那就更好了。你看完这集之后呢，就可以更加有目的的审视自己，修补自己，然后打起精神来去迎接更好的人生。我已经等不及要替你们庆祝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我刚刚想要把头发修一修，结果我就一失手就直接横的削过去。